你拿在手里你不能拿着，你不能拿着那个太稳了不稳了会掉下去。但是拿着那个握着太紧那个齿会破掉了。大家好，肖邦在1838年10月份到马约卡，他的目的是度假，也是养生。结果一到了马约卡，那个环境他觉得很喜欢，那个自然环境很棒。马约卡也是有山有水的，而且它是那种南方地中海的岛，所以它的植物在北欧或者说在欧洲、法国、德国一样，像椰子树啊那些，都是南方的植物。所以我们北方的人呢，都非常盼望到南部去，享受这种气氛。所以肖邦写信给一个朋友说：“我到了这边会变成更好的人。”结果不久开始下雨，下了几乎3个月的雨，一直在下雨。肖邦就生很重的病，但是在这个时光，他写了24首前奏曲。巴哈的那个平均律，他也带去马约卡，也搬了一部琴到那边要练习。巴哈是一定要练习觉得巴哈是一个基础。巴哈也是写了24首的前奏曲，肖邦也是一样，24首的前奏曲。我上次已经给你们介绍3首，我今天要介绍一首，我觉得很特殊。它的这个声很多，6个声，它就是 F 声大调。这个曲子可以说是好像催眠曲那种感觉。也许就是肖邦享受到这个大的那个地中海，然后很陡的那个山，他们住在马约卡的西部，那边山很多。就一方面是好像在黄昏的时候看到海这种平静，但是水的下面还会有流动的这个水的那个样子一边看水一边看到山，所以中间那段好像是看到陡的那个山。第一段是这样平面的，但是中间那段我觉得是这种垂直的这种感觉。这个曲子难弹的地方是它从头到尾都是比较小声，它只有一个地方好像一个焦点，好像那个感情有点满出来这种感觉，你们听了就会知道。今天的这把椅子也是差不多100年的椅子。我为什么今天要做这个椅子？因为我看了很多肖邦的照片，这椅子有声音，对不起。那个照片都显出这个肖邦是坐着这种有背靠的椅子不知道背靠的椅子会不会弹起来比较好？也许我们坐那种背靠的椅子，这个手臂重量可以控制的比较好一点。我们不要身体这样往前移好像一直都有那种压迫的这种感觉比较平衡。所以我今天试试看做这把椅子，这个曲子这么小声，很多和声，好像那种蛋壳词，你拿在手里你不能拿着，你不能拿着它那个太稳了不稳了会掉下去。但是拿着那个握着太紧那个齿会破掉了。所以今天最大的挑战就是让这个音自然的发挥，不要有压力，但是也很圆满的。
坐这把椅子要很小心，不能乱动。其实这个也是一种练习，你要坐稳一点哈。然后只要是靠这个手哈，身体不要弯，不要动。现在在动，也出声音。所以你们看得出这个和声不太好控制。你指头是比较没有办法控制，因为指头它这样有这个力量哈，这个力量很难控制。但是你完全是靠这个手臂的这个重量，你就可以慢慢弹下去啊，速度很慢，这样比较能控制住。我小时候不敢弹这个曲子，因为它那么多的声，看得都眼都花了。然后你上面那个音要出来，下面的音要很小声，所以这个并不是很容易，但是也不是太难了。我觉得很好听的地方是这个中间那一段，因为它好像是一个四声部，它一下子是上面那个音比较重要，一下子是中间的，一下子是下面的音，所以你们再仔细听。这个好伟大！这个前奏曲它有一个好处，你不需要用很大规模的曲子，形式方面你不需要花很多头脑，所以等于说你有一个意见，你有一个念头，把它写下去，那个曲子差不多就完整了。它里面有的曲子很短，我上次介绍一个曲子，它就要8小节，但是8小节之内，它可以介绍完了，可以画那个画面啊，那个内容，那个感情很完整，所以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事情。这个曲子其实也不长，但是我觉得多一个音少一个音都不需要。就是肖邦这方面是完全是 classic， 完全是古典的，就是说很完美的，很节省。他也不会像李斯特好音一大堆乱七八糟，他很省，我觉得他非常省略。所以看这首曲子，重量要保持一定的重量。我刚刚已经说了，肖邦他到了马约卡，一下就感冒很严重，他本来就有结核病，所以马约卡那些人啊怕死啊，一直到他那个结核病赶快那个住的地方赶快出来滚蛋，赶快叫他走。他要离开马约卡，他要把他琴卖掉，没人敢买，说那个琴好像现在跟疫情一样，你这个琴我不要碰，什么人都不要碰这个琴所以那些人都很排斥他。肖邦那时候写一封信给朋友说，岛上3个最有名的医生都帮他检查，第一个医生说你快要死，第二个医生说你正在死，第3个医生说你已经死了。所以肖邦他的那个死亡觉得很平淡，因为他从小这个病就已经存在，这个结核病，所以他觉得好像生跟死差异不大。但他能够在生死之间写这种曲子，这个也是很奇妙的事情。